今天网络门宣传。首先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普罗威登欠薪问题，关键提醒啊，这个事情的进展很快，而且正在发酵，每时每刻都有新消息传来。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以8月19号截稿时的信息为主，后续可能在我的动态或者其他视频里更新。另外，这个事儿由于涉及到普罗威登的内部事务，而且非常复杂，牵涉人员极多啊，所以我们的介绍将尽可能的集中在已被大众所知的内容和对直播活动造成的影响上。消息来源于网络，所有内容仅供大家参考。这个事情其实7月份以及更早就出现端倪了，现在有据可查的起因呢是花花哈雅在他的微博小号上发微博吐槽说普罗威登内部有严重的资源倾斜，分配资源主要是看谁和老板关系好，这是其一。当时其实还没有太强调欠薪的问题，他只是在和评论争辩的时候提到了自己被欠薪的情况，在当时作为普罗威登的社内节奏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啊。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展开聊了，不是今天的主要话题。尽管8月2日花花在直播里再次讨薪，并且曝光了自己所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仍然收效不高，讨论范围比较局限，也没能逼出普罗威登官号的回应。欠薪矛盾的全面爆发来自于8月9日晚普罗威登外挂海外人员 Hilo 的直播曝光。众所周知，要想顺利拿到 B 站的收益呢，海外人员目前只能依靠挂靠一些国内工会才行，因此 Hilo 挂靠了普罗威登。没想到这些必须经过普罗威登账目才能到达 Hilo 手里的收益，竟然被扣下了长达1年之久啊！根据 Hilo 直播透露，欠薪金额高达80万元，包括周边销售、装扮款、数字藏品、工资等等各种收益都被以各种理由拖欠。作为入站较早、粉丝体量较大的外语微 ，Hilo 一直是风评比较好、资历还挺老，而且比较活跃的那一批。Hilo 的曝光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吃瓜群众，事件迅速发酵。说起这个 ，Hilo 的风评、粉丝数以及营收在前段时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原因也不外乎就是他变版没什么新活，什么时候点进都在大 A 特 A。非核心粉丝的王牛奶群体一直对此颇有微词啊，直到最近才知道他是去年1年的收益全部都被拖欠了，分毛没拿着。将心比心，我是1个月随缘开1-2次直播，因为1个月1播，我觉得也对得起直播4-5个小时，粉丝朋友们给我打那10块钱啊。以 Hilo 的粉丝体量，能毛钱不拿1整年高强度开播打 A， 别说打 A 啊，他带要开直播睡觉，我都觉得属于纯纯的热爱生活了。东窗事发之后，普罗威登现任主理人张伯伦火速公关，发完公告开直播，还拉上了屈原社社长和理想 idea， 不过效果并不好，在量子的频频拷打之下，他的言论基本上就是打太极，和公告里说的一样。由于社团资金之前都被王某管理，所以他也不知道钱去哪儿了，只能请审计现查这样的。社团那边刚公关完 ，Lever 这边就一串爆，除了 Hilo 自己爆出的被欠薪80万，花花被欠的几十万，还有欠其他微的、欠画师的、欠友商的，普罗威登债主太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网上流传了好多个不一样的版本啊，这里也怕误导了大家。但绝大部分的版本呢，金额总数都在100万级以上。其中有个特别特殊的，就是持有干股的胡桃曾自掏腰包垫付了其他主播的工资。根据一些网友推断，这些参与普罗威登财务的情况可能会导致他也产生一些对公司的连带法律责任。如果是真的，那属实是花钱买罪受了。胡桃也是快1周没发 BB 空间了，希望他没事。因为直播时长有限，我们先介绍到这里，整个事情估计要等到审计结束之后才能有个结果，我们持续关注。8月12日，知名虚拟主播企划 Wispo 发布了全球海选动画 PV， 并且在 B 站宣布面对中国区进行海选。视频投下后反响平平，是我没想到的。有朋友说啊，丁老头，你又拿这种不知名的小社团来水时长，拜托能上我们节目的主要板块，哪有等闲之辈啊？再说以最近维权的形式，要刮不是量大管饱，这个 Wispo 可是大有来头。Wispo 成立于2019年，全称是 Virtual Esport Project， 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虚拟电竞美少女组合。哎，听这个是不是感觉有点似曾相识？不过 Wispo 是做起来了，从订阅量和同接来看，他们现在是油管上名副其实的13香，在日本知名度很高。不过对于海外市场呢，好像影响力一般，哪怕是在最容易受到日维影响的 B 站都没什么粉丝，切片播放量也不高，就连名字都因为撞了国内另一家叫 Wispo 的电竞公司，而只能选择补播电竞这个不知所谓的艺名。由于日本电竞环境和国内不同， Wispo 很多资源都投在 FPS 上，比如瓦洛兰特或者 Apex， 旗下管人段位不低，经常解说比赛，有时候也会参加比赛。不过他们也有着普通管人会有的营业节目，属于是在 V 里面最会做电竞的和在打电竞的里面最会做 V 的社团了。关于 Wispo 在 B 站最著名的新闻，可能就是2022年他们的母公司变成了 B 项 Brave Group， 这是一家会让老观众看到名字之后心肺骤停的公司，因为它的前身名叫 Amility 的优社，也就是出了那个大名鼎鼎的游戏部欺凌艺人事件的公司。2019年游戏部的这件事几乎影响到了整个微圈，其性质之坏让它和同年发生的办爱分身事件一起影响到了全微圈的行业生态以及对中之人的定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查一查。不过优社在改组成为 B 项之后，被认为是游戏部事件的主策上西恒辅已经离职，而且 Wispo 的母公司是以 Bingo 的形式作为全资子公司加入了 B 项的集团。以过去1年成为 B 项子公司的经历来看呢， Wispo 的独立运营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所以也不必太过担心。接下来是一组速报，由于最近活儿特别密，所以速报也不是很速了。一般来说，披露新衣装我们是不专门介绍的，不然每期视频要介绍太多了。但是7月31日，江鹤梅损人进行的新衣装披露会，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因为它的新衣装长这样。
都给你帅完了。一般来说，生日回我们也是不会单独介绍的，除非这个月有很多的大 V 扎堆过生日，这里人数太多，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祝他们生日快乐。8月3日 VTA 更新了在校生名单，以违反公司条例为理由裁掉了一大批学员。这个 VTA 是彩虹社弄出的一个类似于培训班的东西，如果你在 VTA 播得好，就有机会转正在彩虹社出道。不过目前看来，企划的大规模裁员有着白嫖学员劳动力的嫌疑，而且给出的理由呢也并不是很能服众，因此起了一波节奏。这件事儿也是导致8月8日猫雷复播的主要原因，因为被裁掉的 VTA 学员爷爷公没拉，就是猫雷转生的 VTuber。关于猫雷的事情受限于篇幅，我们以后出视频细讲。8月16日 TTUP 宣布将于8月26日的告别直播回之后进入休眠状态。8月18日，彩虹社所属100满天元杀了美举办了3D 披露回，整了包括但不限于直播做 CT、cos 路易16等很多逆天狠活。当日同节是突破了10万，推荐一看。插不了紧急新闻，8月21日 ，Hololive 官方账号在时隔2年多，几乎3年的停滞之后，发布了 Hololive 小剧场。有朋友说昔日霸主的归来完全值得上放进前面的头版头条，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啊。不过这篇稿子因为制作周期非常不讨巧，已经修改过3回，我实在是没有信心在面对这篇混乱的稿子了。而且 Hololive 的回归几乎可以说是全无明面上的新闻可供介绍，所以根据我们的一贯传统，我会等待一段时间，等内容足够充实再制作专题视频。所以今天我们只占用传闻鉴定的片尾环节来介绍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和猜想。这次突然得到 Holo 官号在动的情报，我本人倾向于这并不是回归复播的信号，而更像是和大陆观众的破冰或者接触恢复。因为 Holo 是在完全没有提前预告和足够造势的情况下突然发布视频的，唐突投入时间和资源进入中国市场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这对于现在已经上市的适宜像 Hololive 来说，看上去是一个不合适的选择。另外，熟悉老日位版本的朋友都清楚，老 Hololive 在 B 站的优势地位几乎是完全依靠字幕组体系维系的。哪怕 Hololive 这次回归决心不再启用过去那些由粉丝志愿者组成、不受合同和收益约束，但同时也不便于官方控制的众多字幕组，那么他也必须优先招募自己的字幕组，否则旗下管人将会面临没有翻译的窘境。这也是我认为 Holo 和 B 站此次行为更像是联合宣布破冰的另一个原因。不过话不说死啊，具体什么情况等事情再有进展的时候我们继续介绍。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金币。